那今年呢，我采访了很多咖啡师啊，包括咖啡店的老板，去了很多精品咖啡馆，然后也喝了很多咖啡。我发现几乎所有的咖啡馆呢，都在卖埃塞俄比亚的咖啡，尤其是有一款叫做龟夏的咖啡。首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啊，龟夏这个品种呢，最早啊，其实来源于埃塞俄比亚的龟夏森林，所以呢，取名叫龟夏。后来发展种植流行传到了肯尼亚啊、乌干达，包括坦桑尼亚等国家。当然了，也流传到了巴拿马。这个不管任何东西啊，只要你想火，那就得参加比赛。在2007年一个国际比赛上，当时有一个叫做翡翠庄园的一个种植基地，然后他们种了一款龟夏，一举拿下了冠军。从此呢，就是那个火。龟夏呢，在出名之前呢，其实并没有太多人关注啊，也没有多少人去喝啊。出名之后，就跟人一样，大家就开始哄抢。但其实呢，龟夏不同的产地呢，不同的地区呢，它的风味也都不错。比如某信这次选用的就是龟夏产自埃塞俄比亚的班奇马吉产区，就是原生龟夏品种啊被发现的所在地。像我们这种咖啡小白是吧？所以大家呢，不妨就多去了解一下，不同产地、不同地区、不同风味的这种龟夏咖啡。今天呢，为了尽可能的专业，我死磨硬泡骗了一个咖啡师小姐姐来跟我们一起来测评一下。毕竟我们粉丝女生比较多，然后咖啡呢又很注重个人口感，所以我觉得女生来测呢，相对可能、也许、或许、大概比较客观一点。很难得找一个咖啡师小姐姐，你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Shelly。现在的咖啡店啊，他们的菜单的咖啡会越来越复杂，完全现在就是你看名字已经不知道他卖了什么东西了。越来越复杂是因为现在喝咖啡的人比较多嘛，咖啡店它是为了生存而竞争之类的，可能会在菜单上做出很多不一样的地方，通过一些多样性，然后吸引到消费者，让消费者感兴趣一点。名字啊，或者说产品都是比较多样化的，要推出很多那些特调之类的东西。好了，我们买了10杯咖啡，然后有2款豆子，然后有5种做法。我们来品鉴一下到底它们有什么区别，测评一下。好了，我们这有这2款美式的，一个是叫耶加雪菲，一个是叫龟夏，其实都是埃塞俄比亚的豆子。这个第一款的这个豆子它是偏花香多一点，第2杯它可能酸度上会更酸一点。更酸一点。这个耶加雪菲它就比较会偏柑橘调性一点，比龟夏酸一点。喜欢的哪个？龟夏好像。那你看来你对龟夏已经是彻底爱上了。我们今天测评的那2款豆子，一个耶加雪菲，一个龟夏，其实它们都是 SOE 的。然后 SOE 的意思它其实就是单一产区的豆子。所以 SOE 更能体现原产地的独特风味是吗？对，有些咖啡店它会选择用一些拼配的嘛，拼配是有很多个国家的，比如说你用危地马拉的跟哥伦比亚的豆子拼在一起，可能会出现的那种味道适中一点。澳白跟拿铁区别其实不大的，它们底都是浓缩咖啡，也就是浓缩加奶。然后澳白它是奶泡比较薄一点。你喜欢的哪个？我还是喜欢龟夏。那这个是dirty吧？这个好喝一点。看你个人口味，其实冰的可能它那个风味更明显。你喜欢哪一个？好，龟夏更浓一点，我觉得。很明显的奶味，醇厚一点。这个很明显的那种巧克力。你们专业咖啡师来看，比如新手，我们大家推荐他去买的哪一款更好？我觉得这个dirty就不错。dirty 深椰，这是最火的现在啊。刚刚那个是牛奶。太好喝了，这2杯都很好喝。这个喝的就有股那种太妃糖的感觉，那我还是觉得这个味道重。这个啥？龟夏。所以为什么你会喜欢龟夏？因为我听很多专业的人都讲龟夏，所以龟夏到底是不是真的好？龟夏它们的风味它会跟其他豆子差别还是挺大的。龟夏它花香上啊，然后酸质上、甜度上都是比其他豆子好。因为当地的气候的原因，对吧？不同的气候、不同的产区、不同的庄园，风味都是不一样的。每一家卖的这个龟夏，虽然说可能地方都一样，但做出的口味还是不一样。对，就是你风味上还是会有一点差别。但总体来讲，大家还是公认比较和龟夏是比较好的。确实。就是你普通人咖啡也是能喝得出来的。其实你只要凭借你自己的舌头，然后你自己去用心去喝它，你自己喜欢哪杯就可以了。因为每个人的口味都不一样，有些人他可能喜欢酸的，有些人喜欢苦，就像你喜欢甜的嘛。接下来呢，我再做一个测评，就是我买了4个大的连锁店他们的咖啡啊，都是 SOE 啊，就是单一产地的美式咖啡。然后呢，让我们公司不经常喝咖啡的同事们来品尝一下。4号的话有一点果香在里面，口感上面会比较清澈。2号有点酸，1号跟4号从总体上的味道好像是差不多的，还是选个1吧。感觉2号比较好喝，可能比较符合我的口感。
前面两个会比较苦涩一点吧，第一个和最后一个都会比较好入口。那经过2轮的测试，我们发现每个小伙伴他的感受会有些不一样哪怕是只喜欢同一款豆子产品呢，也能喝出不同的感觉。而且呢，不得不说龟夏火呢是有道理的。大多数小伙伴都表示某信它的龟夏产品的口感香气都更好喝一点。SOE 呢就是单一产区的豆子它更能够体现每一款豆子它的原始的风味。不同的产地不同的豆子包括不同的品种不同的处理办法呢，它都有自己的特色。所以大家如果想品尝豆子最原始的风味呢，那么可以尝一下 SOE 这种咖啡。反正就是咖啡有很多种喝法。当然呢，喝咖啡而已是吧？真的没必要搞什么鄙视链。那甭管什么豆子做的咖啡都可以尝试只要你喜欢喝呢，就是好咖啡。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期的咖啡视频，希望大家给我们一个点赞，给我们转发一下，感谢感谢。好，大家好，小军。今天呢，我们买了全球20款挂耳咖啡。我们今天呢，请了2位专业的咖啡师来给大家测评一下。大概注入2到3倍的咖啡粉的水量去进行一个焖蒸，然后先是转圈把所有的咖啡粉打湿，大概是过个5到10秒，这个跟每个人的口味有关系，看你如果喜欢苦的可以稍微焖蒸久一点，焖蒸完之后再转圈注水，大概是到70-80克的水的时候就转中心去慢慢注水就好。我们为了专业起见，好吗？我们有一个香气、酸质的风味，还有个人喜好的一个表格。首先是雀巢的，就怎么喝呢？我看你都闻一下。不听说喝咖啡要滋溜一下吗？是。喝起来整体的话，它酸质不会很酸，咖啡平衡性也比较强。这个是那个特别淡的那个。对，这个特别淡。应该是好还是不好？我觉得不好，是因为我喜欢浓的。划算的时候你会选择，如果你想喝好咖啡，基本上你不会去选择。以后这个牌子要给你打电话，帮你马上搞。没事。苦，太苦了，好多了。这个感觉。风味体现上可能没有太多的体现，但是它其实整体的一个醇厚度跟平衡度还是 OK 的。好酸。很酸这个我都尝出来了，好酸呐。一个是水洗的豆子，普遍酸质会稍微高一点而且其实大部分咖啡凉下来之后，它的酸感会更明显。心跳倍数又快了，咖啡应该是有一点。今天的量都够了，是现在国内最火的咖啡馆了，微信。对，确实。好苦啊！我喜欢苦，可是这个我是不哇，你都受不了这个。对。就跟它烘焙然后包括它也就是磨的粗细有关系。你磨越细会越浓，那个越细越浓。最细的，对。生活的苦。还好，还不是很苦。我觉得比较酸。这个有什么感觉吗？我还好。可是我觉得会比较合适中国人的。什么？有感觉。有感觉。对，好温暖。行，我已经知道你的口味了。这个跟一个宝宝一样的。跟一个宝宝一样。宝宝。一个抱抱对。好爽！其实这个形容挺好的。这个满分对，它可能会比较适合像意大利那边或者是法国德国，他们习惯直接去喝我们浓缩咖啡的。很淡颜色。这个我喜欢。对，所以我会喝茶。中国人会比较喜欢这种，我也跟喝茶一样的，韩国风味很多感觉。那太满分了。没有。其实刚刚我喝这一杯给那么高分，原因是因为的话，对，比较香，然后它那种柑橘还有那种甜感特别明显。哇，苦的味道。哇，对，苦太浓。这可能就这种你也不爱喝，为啥？你不就喜欢喝苦的吗？对，可是这个苦味太浓，猛男咖啡，挺酸的哈。我能接受的。对，它这个酸其实是好的，因为它整体是有醇厚度在的，你会觉得这个酸是很饱满的。诺哇，它这个拼的也太多了吧？云南、巴西、埃塞俄比亚。在挂耳中，它的风味算比较突出的，尤其像拼这么多豆子的情况，其实很难拼好，但它这款拼出来能有这个风味，我觉得是很不错。这算是一种技术。对，算是一种技术。国外的年轻人现在都喜欢喝什么口味？
就会很黑很浓。很黑很浓，对，就像刷锅水。对，刷锅水你知道什么？对，知道。刷锅水就是一种非常好喝的饮料。我有一点不相信，一点点。很酸，可是还是有点。那你们俩的第一推荐分别是哪一个？我的会是那个科林3号。科林3号，对，科林3号第一推荐。OK。我比较推荐，反正就是像 CISO 或3吨半的吧，因为 CISO 我整体感觉它喝起来整体都是很平衡的一个状态。对于初学者来讲的话，他喝这款咖啡不会说有不适应。然后像3吨半风味感比较强，你能够很明显的喝到，比如像那种柑橘啊或者可可的一些香气风味在里面。哎，一些小知识点来了。挂耳咖啡呢非常容易因为你的冲泡的手法啊产生明显的变化，比如说你越慢呢它就越浓越苦，越快呢就越淡。再比如说呢咖啡凉了呢会更酸啊，所以呢你趁热喝啊比较好。包括呢咖啡呢是越新鲜越好喝，所以呢那种生产日期比较久的呢就不要买了。以及呢不同的豆子呢进行的拼配呢，如果配的比较好的话，口感呢会更丰富。还有呢烘焙呢是非常考验这个技术的啊，比如说同样都是一个产地的豆子呢，那不同品牌它的烘焙的技术不同呢，味道也是天差地别。就好比说不同的厨师炒同样的菜，那味道也不一样。然后我听咖啡师讲过一个非常非常可悲的消息啊，就是很多咖啡馆呢都在用日本牛奶来做咖啡。那至于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回头拍的纪录片调查一下啊，来想看的扣个1好吗？为了让我们的测评更有说服力，今天呢我们邀请了30位年轻的路人，天南地北各省的都有啊，我们来做一个盲测，看一看到底哪一款最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口味。那我们综合了专业的咖啡师的测评，以及呢30位路人的盲测，得出了以下的结果。声明一下，本期没有任何恰饭，绝对公正。当然呢，我们也并不是实验室啊，所以仅供参考。好，来弹幕互动一下，你最喜欢哪个咖啡品牌？那在对比了全世界这么多的大牌咖啡，那确实呢，云南咖啡呢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啊。当然呢也不差啊。其实路人的测评呢，大家也看到，我们云南咖啡呢分数并不低。所以呢，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新手的咖啡用户，那么不妨呢给云南咖啡一个机会，因为我们在上一云南咖啡那个纪录片里面说明了啊，老外呢其实不太会喝云南咖啡的啊。如果我们连中国人都不喝，那么云南咖啡呢真的没有机会了。这个不是道德绑架，这是事实。当然呢，如果你是对咖啡啊要求很高的人啊，那目前呢确实还是国外的比较好一点，那这个也是事实。好，最后我们亚军频道的所有的股东们来，咱们开一个会议。我想搞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让我们所有的观众粉丝们来做我们云南咖啡的股东啊，是真的股东啊，写在工商营业执照的那种，好吗？我们有钱来投个钱，有技术呢来投个技术，有渠道来投个渠道，但是工厂啊和这个项目呢必须留在云南当地，因为我们想做一个乡村振兴的样本啊，所以咱们不能只是想自己挣钱，要给当地的咖农啊和政府呢带点经济效益。所以有兴趣的股东们来可以给我们私信，好吗？名额有限，散会。